今天是2025年的最后一天。这一条重磅视频和每个普通人接下来都会有关系。我打算站在2026年回头去看诸神之战的 AI 元年大事件，分别从中美的技术、产品、金钱、基建4个方向去看一看。2025年我们到底是怎么第一次大规模的把选择权给了一个非人类系统的应用 ？Entry-level white-collar jobs disappearing, and 这背后涉及的薪资总额高达1.2万亿美元。If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mpany warns that AI is about to wipe out millions of jobs, 亚马逊首先吹响号角，第一轮裁员高达1.4万名员工。Half of all the white-collar starter jobs. Both OpenAI and Microsoft that are detailing the recap. 先给我们自己鼓个掌，因为我们还没有被 AI 模型优化掉。我也用 AI 在短短5个月内全网到了10万粉丝。2026年，我们最可能看到的不是某个 AI 模型参数再翻10倍，而是一件更隐蔽、更令人担心的事儿。AI 不再只回答你，而是提前替你决定该问什么、该做什么。2025年恰恰是这件事的起点，国内外几条路线同时都走到了一个关键分岔口：推理基点和极致炼丹。首先是技术层面，2025年的硅谷 AI 终于不再像只会说下半句话的复读机，也不像 ChatGPT 4o 一本正经的在那胡说八道，它开始变成了思想家。真正改变方向的不是 ChatGPT 4o，而是 O1 系列模型正式进入 Pro 时代，不再秒回，而是学会在回答之前嘿嘿一笑，思考5秒。通过强化学习和自我博弈，不追求更快，而是刻意的去变慢，用再多想一会儿来换更高的正确率。但本质上，它在告诉你一件事：未来不是 AI 模型帮你干活，而是他们决定什么时候值得认真干。而2025年的年末 ，Sam Altman 也宣布，2026年 ChatGPT 将深入所有 B 端公司系统的腹地，所有打工人将无处可躲。How do you keep power forever over something that Google 当下最神秘也是最重要资产 DeepMind 的创始人兼 CEO 德米斯·哈萨比斯。I see infinite possibilities with Flow. Google is the king of AI video now. 我们再来看 Google 的 Gemini 的发布，上帝棋盘对手的德米斯和他的 Thinking Game 在这一条造物世界线里，开始抛开原有的 AI 训练架构，开始用多 agent 融合和虚拟沙盒的游戏训练法，开始构建令人非常不安的另一种智能涌现模态。它不在乎和你聊天有多像人 ，DeepMind 真正想做的是多模态世界模型，图片、视频、语音、空间、时间全部揉在一起，让智能自然涌现。如果说 ChatGPT 更像一个高级逻辑大脑 ，Gemini 就更像再搭一套虚拟数字现实。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不再只回答问题，而是开始理解世界正在发生什么。这一类模型一旦成熟，就非常适合用来做一件事：替人类判断复杂系统。这里面没有谁家模型更好，只是方式不同而已。但2025年真正让硅谷坐不住的，不是某个新功能，而是一组数字的出现。用美国的1/10%甚至1%的算力成本，做到了同等推理能力。当硅谷还在砸几万张芯片大力出奇迹的时候 ，DeepSeek 让整个行业意识到一件事：AI 的上限不再是谁最有钱来决定，而是由谁最懂工程平衡点来决定。但这3条路线放在一起，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不是简单的工具升级，而是在争夺一个东西——我们的判断权。Let's get to know Apple Intelligence. Sure, it's turned on in settings, and you're good to go. No time? No worries. Skip ahead. Okay. Apple Intelligence 苹果智能和 OS 智能体。2026年年中，你也许会感到一丝不安，不是因为模型更聪明了，而是因为 Agent 开始替你擅自行动。AI 不再需要人类数据，而是自己给自己出题、自己考试、自己批改。那时候，它的智商曲线不再是斜坡，而是直线上升。2025年的苹果终于把 Siri 的物理实体给夺舍了，把 AI 塞进了系统层。苹果并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模型，它只是干了一件非常苹果的事儿，把 AI 变成默认选项，不是在你手机里加个功能，而是直接塞进你的脑子里。它知道你什么时候开会，你的前任什么时候结婚，你卡里还剩多少钱。你不需要决定什么时候提醒，它已经替你判断了。Cook 不是在卖 AI， 它是在卖一种状态。你不用想，我替你想。那回头我们再来看字节、百度国内一整批产品。2025年最核心的变化不是模型升级，而是 OS 级别的 Agent 普及，用一句话点外卖、写周报、整理资料，甚至自动回复老板消息。但最野的还是属于字节，从手机系统级的 Agent 直接升级到了 AI 手机。很多人觉得这是效率技术革命，但我想提醒一句，当一个系统能替你完成连续决策，你就不再是操作者，而是被代理者。接下来 The future is here. Please welcome to the stage NVIDIA founder and CEO, Jensen Huang.
我们来看5万亿的战神和主权算力。我们不看技术和产品，只看钱，可能会更清楚一点。2025年资本市场只有一种股票，英伟达和其他。英伟达市值冲到了5万亿美元，一度超过了日本、印度、德国的 GDP。王仁勋也顺势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有权力的皮衣王。现在的硅谷硬通货根本不是美金，是顶级满血的 Blackwell B200 芯片配额 H200 推居2位。很多人会说这是泡沫，肯定有。但如果你真懂这轮 AI， 就会明白一件事 ：CUDA 不是工具，而是规则和入场门票。黄仁勋不是在卖算力，而是在卖谁有资格做决定。但2026年英伟达的市值铁王座会不会被夺走？硅谷七姐妹就像美剧《权力的游戏》里的维斯特洛大陆的7个王国，每个人都虎视眈眈，特别是如今呼声最高的谷歌。Gemini 就是靠谷歌自研的 TPU 训练出来的。2025年算力市场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边是全球巨头在抢英伟达的 B200 这种核动力机柜，而另一方面 Google 却在自家地窖里靠着 TPU 悄悄把 Gemini 喂到了 2.0 版，市值也冲到了接近3.8万亿，甚至有人预测铁王座将在2026年易主。而国内的关键词则是主权算力。面对禁令，国产 GPU 厂家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摩尔线程、华为升腾，在2025年硬生生构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算力闭环，不再被阉割版卡住脖子。正因为大家的发展如此之快，也许未来几年钱真的可能不再是钱，而是主体性杠杆。因为 AI 基点可能会降临，当 AI 生成的创意、代码、法律、医疗专业建议都变成像空气一样免费，现在的商业逻辑会不会彻底崩塌？我们会迎来一个零成本创业盛世，还是一个大失业寒冬？这个值得思考。最后我们聊一聊关于核能觉醒和东数西算。要把 AI 定义成公共基础型事业资产，就像电力、云一样按容量定价，这是超级大的生意，8年可能翻3倍，占全美的用电量6%到12%，全球范围的涨幅是接近1倍。所以资本开支和电力供给将成为大国政治经济议程的核心议题。AI 的尽头是烧开水和裂变。2026年，如果你看到更多的 AI 公司开始像能源公司一样运作，看到以前喝咖啡发代码的程序员在核电站门口给反应堆加料，不要意外，那意味着判断权正在从算法转移到物理世界。科技大厂全部集体变身成电力公司，开始抢能源、抢电力、抢算力。Sam Altman 开始谈核电，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AI 的上限正在被物理世界锁死。OpenAI 联合孙正义和甲骨文总耗资5000亿美金，开始建立最庞大的星际之门。微软重启了3里岛的核电站，谷歌也买下了微型核反应堆。而国内这边东数西算也进入了2.0阶段，西部的风能、光能通过超级算力网瞬间转化成上海和深圳的计算结果。以前是基建狂魔盖房子，现在是算力狂魔铺神经。如果2026年量子或者光子计算或者常温超导有了实验室级别的突破，如果 AI 计算也不再产生热量，不再需要巨大的冷柜，甚至不需要庞大的核电站，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 CPU 这个词可能就要进博物馆，意味着 AI 会进入每一个人的手掌心，彻底脱离重工业。如果基建真的从重转轻，那才是 AGI 降临的时间。所以如果站在2026年回头看2025年，我最大的感悟只有一个词：主体性。因为2025年是我们第一次大规模把选择权交给了非人类的 AI 会让你在非常高效的状态下慢慢不再需要做决定，而真正的危险从来都不是被取代，而是你已经习惯不再判断和思考。 AI 已经学会了思考，2026年它很快就会学会所有执行。在这个现代 online 游戏里，如果我们还在等待指令，那我们就是 NPC。 I'm not human. I'm just a program in this world. Okay, so she is fully self-aware. Are you happy just being lines of code? I don't really feel anything. I just exist. It's all the same to me. 如果你开始利用杠杆，你才是玩家。如果你意识到这一点，2026年对你来说可能不是威胁，而是分化开始的红利期。所以去定一个 AI 完不成的目标，建立一个 AI 理解不了的语境，去活成你人生的主语。最后感谢2025年所有的粉丝在评论区的每一次互怂和点赞，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2026年我的频道会继续给大家拆解所有的 AI 疯狂进化。我们不求跑赢 AI， 只求跑赢2025的自己。